今天特地跑到芳寮，要来搭乘蓝皮捷优号。在你的记忆中，火车是什么样貌？嗨，我是阔猫，这是我第一次搭乘观光列车，一趟699。我想这应该也是全台湾，甚至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观光列车吧？究竟会有什么样的体验呢？报到柜台，距离车站100公尺的蓝皮意象馆，诉说着复古的印象。现在的你即将出发。那今天安排的车厢是3号车，等一下进站之后要找到手举牌是3号的老师。解忧来自刘克襄老师对于普快车的印象：老旧的绿色硬椅背，电风扇缓慢转动，仿佛载着满满的80年代，甚至更老的台湾。以往都是开着电动车去垦丁、去台东，这次要坐3个小时的慢旅，听一听普快车的记忆。列车缓缓地出发了，旅程的一开始就被这个可以打开的窗户迷上。出发后，椅子都还没坐热，就到了今天的第一站嘉鹿站。这边除了因为有全台唯一的停机坪车站，所以有最大的小站之称。导览老师说，在这里还可以买到复古的硬式车票。你可能听过10分成功，追分成功，而这里是嘉鹿到东海，衍生出一个吉祥话，就是加官进入，福如东海。前往下一站前，我们来到唯一地面上建的隧道嘉禾遮体。解忧号特地关上了电灯，让我们好好欣赏有如人生跑马灯。电影一格一格的播放，仿佛从这一刻起让我回到90年代。每个车站都有故事，迷人的火车故事都是人的故事。记得小时候都要跟爸妈坐火车，从高雄到台北过年。而且坐的是最慢的那一台，就是已经退役的复兴号。对当时候的人来说，除了价格便宜，还有可以抽烟的车厢，不过却要坐6-7个小时才能到台北。对我来说，也是一个很难忘的回忆。接着短暂停留内饰站，你看这个倾斜的程度，感觉伸手都可以摸到地面呢。根据台铁的数据，内饰站是运量最少的车站，但这却也是20年前震惊社会南回搞轨案的事发地。你是山派还是海派呢？跟着火车前进，望出复古旧旧的窗外，感受最纯真的时刻。原本以为这个充满长辈的火车之旅会让我觉得好山好水好无聊，不过无论是导览老师的解说，或是窗外的景色，甚至不曾到过的小站，我不是铁道迷，但我却被这一些故事及画面忙得1秒都没停过。出现了曾1年卖超过1000万个，年收近7亿，台铁的金鸡母台铁便当。这是我第一次吃到台铁便当，而且还是在这么复古的火车上，没有过于精致化的餐点，只有最简单的排骨、香肠、蛋、菜脯。吹着海风，列车进入到第2个小惊喜——南回铁路最长的隧道——中央隧道。车厢的灯由亮转暗，体验早期夜车行驶的感觉。
下一站龙溪站，说了这么多窗外的风景，都忘了去车头看看。但切记不要摸到车头哦，可是会被罚款的。你可能会问，为什么蓝皮解摇号是这个颜色？其实无论是车头与车厢，都是考究原本的颜色去涂色的，也是台湾目前唯一现存有蓝色形象的列车。这么多人在这里做什么？原来是区间车即将进站，这个新旧时代的交汇，立马拿下相机记录起来。除了各站的纪念章，这里还可以盖下解忧号的纪念戳章，让这趟解忧之旅印下精彩回忆。列车上还有贩卖各式蓝皮文创纪念小物，觉得这个超级可爱，很值得纪念所以我多买一个与你们分享。台湾四面环海，东南西北海岸有着不同的景观，从高处俯瞰海洋，也是一般开车无法体会到的景色。火车缓缓地开进台东，这里有种蓝，叫台东蓝。窗外的海景徐徐展开，湛蓝的海水与天空连成一线，偶尔点缀着白色的浪花，像是一幅流动的画卷。随着列车的移动，一种宁静却充满生命力的美悄悄渗透到每个人心中。这是一场只有坐在车窗旁才能享受的海洋交响乐，仿佛时间也在这里慢了下来，只为了让你多看一眼这片大海的温柔。就是这个画面，开窗吹着风，没有玻璃的阻拦，轰隆隆的火车声，却静静地看着大海，而内心也开阔了起来。不过这列车常常都会这样，让我吓一跳。这趟蓝皮解忧号进入到最后一个大惊喜，因为火车轨道与海平面的高低差，仿佛形成神隐少女电影般的海上列车。除此之外，距龙溪车站6公里的多良车站，因为可以直接远眺太平洋，被誉为全台湾最美的火车站。而蓝皮列车特地放慢时速到20公里，缓缓前进。此时乘坐列车的我们成了这镜头的主角。原本以为公共列车只会有一开始的激情，没想到却是一连串的马拉松，左拍拍，右拍拍，下车再拍一轮，每一个画面就像电影。坐着蓝皮解忧号，就是这个画面，我就这样看着，发呆了很久，终于明白解忧号的由来。而下一站，我们即将抵达太麻里。这个命名的由来呢，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。就是有一个说法呢，是当时的原住民发现每天都有一个像蛋黄的东西升起，然后后来发现原来那就是日出。太麻里原住民语就叫做加巴里，就是太阳升起的地方。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因为这个蓝皮解忧号呢，就是古早的火车嘛，所以它常常那个楼层跟月台上面会有高高低低不一样，所以它会特别用一个坡头这样接话，让有些比较喜欢不便的人比较好下来。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它这样会高高低低的吗？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这个是新铁轨，那个是旧铁轨的，所以他会跟他讲说：“嘿，旧轨。”嗯。我们现在来到太麻里隔壁，
谢谢。在台铁呢，除了很多这种装置艺术，像是这个，还有这个树，还有这个，哦，毫无违和感，赞！每个车站都有这个超复古的镜子，就是今天的 OOTD 还可以吧？来探索一下这个蓝皮解忧号的厕所，感觉好写波兰网是什么？对，哦，怎么样？很恐怖吗？好小哦，好白。火车旅游的兴起，台湾也推出了许多观光列车。这台是最便宜却最有味道，没有奢华的餐食，没有精致的座舱。据说这个解忧号不是更新，不是改造，而是复旧。3个小时最慢的慢旅，轰隆隆的火车声，没有冷气，仅有电风扇，却让即将到站的我突然间觉得时间怎么过得这么快，马上就要下车了。火车原来不只是交通工具，蓝皮解忧号带着我回到过去时光。我是酷妈毛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我们下次见。现在你做完这个蓝皮解忧号，你有什么想法？你说这2天你放假对吗？对啊。你多久没翻到了？啊？这给你。别问我旅游多远多少钱。哇！43个吗？对。现在时间1点40分。你当成取票的。太麻利，谢谢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。但下次可以不要那么赶。哎呦，这是乘以座舱。